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来讲神奇宝贝剧场版，其名为《我们的故事》。顾名思义，这部剧场版可不只是小智的个人秀，而是介绍一群性格迥异的人们与自己宝可梦的冒险故事。故事的地点发生在风来城，这里正举行着1年1度的风节。传说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，神兽洛奇亚会现身，为人类带来恩惠之风。小智和皮卡丘来到这里，这次小智身边没有任何人类伙伴。在这座城市中，小智结识到了市长千金拉如果，并因为一次比赛认识到了喜欢在外甥女面前说大话的卡卡奇，随后还认识了新人训练家丽莎、宝可梦研究者托里托，还有一位讨厌神奇宝贝的老婆婆。因为风节，小智认识到了许多人，但真正让这些人紧密联系到一起的，还是多亏了火箭队。在风节举办的前一天晚上，圣火突然被盗走了。从市长的口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洛奇亚是通过圣火传递恩惠之风的，没有圣火，那风节就举办不了。皮神在案发现场找到线索，利用图灵犬的能力，顺利的发现了嫌犯的脚印。而这个偷走圣火的人，正是市长的女儿拉如果。而此时拉如果正遭到神奇宝贝偷猎者的攻击，怪兽杰拉奥拉因为之前受了很重的伤，所以已经不是偷猎者的对手了。还有小智火及时赶到，才赶跑了坏人。而拉如果之所以要偷走圣火，正是为了要保护杰拉奥拉，理由是风节的举办会吸引一大群不怀好意的人来抓捕杰拉奥拉，而杰拉奥拉已经为了保护自己受伤了。圣火这边虽然找到了，但是火箭队那里却埋下了一个重磅炸弹。他们偷走了托里托的研究药剂，突然发生了爆炸，孢子烟雾的扩散使得整个城镇都接近瘫痪。于是为了保护城镇，小智一行人便开始行动起来了。整个剧场版也就在此时开始迎来了主线剧情。计划是这样的，托里托回到研究所负责制造解药，翡翠女士则负责恢复旧的发电厂，用风将药剂传递到整个城镇。丽莎任务是将圣火送回原来的地方，而小智等人则负责保护森林的神奇宝贝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杰拉奥拉却和小智起了冲突。杰拉奥拉不相信人类，小智则为了让他相信自己，没少被挨揍，差点又让大家以为他又要死一次。在森林着大火时，市长带着一大批民众赶来救火，这才使得杰拉奥拉开始相信人类，并当着众人的面再次救下了拉如果。故事的最后，托里托研究出了药剂，翡翠成功恢复了发电厂，将药剂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。丽莎这边也顺利地将圣火送回了原来的地方。幸运的是，丽莎刚将圣火归还，之后洛奇亚便出现了。洛奇亚将森林的大火扑灭后便离开了。这场危机于是就在众人和各自宝可梦的帮助下结束了。故事的内容其实很简单，主线剧情很短，很多人都认为前面铺垫太长，但实则不然。也正是因为前期铺垫，所以才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些人物。女高中生丽莎因为想要帮助受伤弟弟收复伊布，于是来到了风之城。此前她没有任何收复宝可梦的经验，于是刚来这就被卡卡奇编造谎话给坑了。好在最后遇到良心训练家小智，他才收服了伊布。在和伊布的相处中，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帆风顺的。丽莎以前擅长长跑，但却因为心理创伤再也不敢跑了。在火箭队引起的骚乱事件中，由于不能跑，导致伊布受伤，因此内心非常自责。后来在事故爆发时，在伊布的鼓励下，丽莎才恢复了奔跑的勇气，于是用自己的特长将圣火及时送回了原处。卡卡奇，一个总喜欢在外甥面前吹嘘自己强大的中年男人，为了圆自己的谎，他跟托里托达成了协议。在宝可梦收复大赛上，托里托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协助卡卡奇收复神奇宝贝，而卡卡奇则答应托里托协助自己演讲。之后卡卡奇果真打败小智，获得了大赛第1名。不过小智那边是因为受到班吉拉的干扰才屈居第2的。在事情败露后，他以为自己在外甥女心目中树立的伟岸形象已经荡然无存，于是自暴自弃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而和他在大赛中结缘的火树树却一直跟在他身边。刚开始火树树非常不受待见，但最后还是成了他的宝可梦。在事故爆发后，为了解救被困的外甥女，卡卡奇负责将药剂投放到风车上，稍有差错，那么一切都将前功尽弃。好在这次他有火树树的帮忙，药剂才顺利的投放到风车上。这次他真的成了大英雄。托里托，一个极度不自信的宝可梦研究者，说话都是轻言细语的。为了在会议上能够大胆的表露自己，他跟卡卡奇定下约定，结果就因为卡卡奇的迟到误了大事，遭到了群嘲。在此次事件中，
因为受到小智的感染，并且在吉列丹的鼓励下，他终于有勇气向众人表达自己的主张，并顺利的从火箭队那找到了灵感，制造出了解毒药剂。还有翡翠女士，这一登场就塑造出她讨厌神奇宝贝的老婆婆，其实却有着一段非常悲伤的往事。在50年前的大火中，为了保护发电厂，她深爱的神奇宝贝布鲁葬身火场。从此之后，她便拒绝接触神奇宝贝。在此次事件中，因为前往发电厂的路上被火焰围绕，当让他想起了往事，一度瘫倒在地。这个时候，布鲁以迷魂的形式出现，给了他鼓励，翡翠这才终于释然了。这座老旧的发电厂才能重新运转起来。最后，这位拉如果身为市长女儿，她身上完全没有千金大小姐的嚣张气焰，相反，刚登场的时候，她甚至还被几个小毛孩欺负。因为曾经被杰拉欧拉所救，她便想着要帮助杰拉欧拉，为此她盗走了圣火。最后，她和小智一起打开了杰拉欧拉的心扉。总的来说，这部剧场版与其说是小智的冒险故事，更不如说是这些人的成长故事。因为关于小智娘话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嘛。我是傻逼，咱们下期见。